为了与情人私会，女人竟将半片安眠药碾成粉末，混入那罐早已过期甚至爬满蚂蚁的奶粉中，强行灌给了尚在襁褓中的亲生女儿。看着孩子迅速陷入了昏睡，她没有丝毫的愧疚与迟疑，转身便迫不及待地奔向了还在公司里等她的小情人。然而恰在此时，她的丈夫推门回家，一眼便瞥见了奶瓶上聚集的蚂蚁。男人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，本能地冲进房间，却发现女儿早已昏迷不醒。此刻的他来不及多想，赶忙抱起女儿，疯了一样的冲进医院。医生的诊断让他心神俱裂，由于孩子长期服用安眠药，智力发展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但幸运的是，经过全力抢救，孩子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他抱着脱离危险的女儿回到公寓楼下，就在走廊的拐角处，他看到了让他血液凝固的一幕。宝拉正和那个男人在自家门口紧紧相拥，依依不舍。那一刻，极致的悲伤过后是极致的冷静。曾经那个丈夫老崔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内心只剩下复仇执念的男人。复仇计划就这样开始了。第二天，老崔先是给宝拉公司打去电话，为自己接下来几天的失踪提供了完美的理由。随后他便请邻居开车送自己去火车站，并刻意在监控摄像头下与邻居挥手告别，营造出自己要去外地参加葬礼的假象。这是典型的不在场证明构建。在刑事侦查中，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嫌疑人用来证明自己在案件发生时身处别处，从而排除作案嫌疑的关键证据。一个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通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：一、人证，即有第三方可以作证，如本片中的邻居；二、物证，如火车票、消费记录等；三、客观记录，如监控录像。经常爱看犯罪片的老崔深谙此道，他利用邻居作为人证，火车票作为物证，监控录像作为客观记录，构成了一条看似天衣无缝的证据链，为自己后续的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。火车开出仅仅一站，老崔便悄悄下车，如幽灵般潜回了城市。他先用之前配好的钥匙潜入情人的单身公寓，冷静地收集了几根情人的头发，并从抽屉里拿走了一把小刀。当晚，宝拉回到家，确信丈夫在外地，倍感放松。可当她无意识瞥向镜子时，整个人顿时愣住了。她发现镜框边缘插着一张和她情人的私密照，她惊慌失措地拨打情人的号码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屋里的灯光瞬间熄灭，一只大手从黑暗中伸出，按掉了电话。是老崔，他回来了。老崔掐住宝拉的脖子，按下电话的重拨键。电话那头，情人轻浮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，竟将这边的挣扎误以为是情绪。随即老崔便挂断电话，又从情人公寓里拿出来的小刀，将积压已久的所有委屈、愤怒和悲痛在这一刻尽数宣泄，结束了妻子的生命。而这正是典型的犯罪现场的伪造与证据转移。在实施完美犯罪的构想中，犯罪现场的伪造是核心的环节，这包括清除自己的痕迹和栽赃他人。老崔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证据转移和伪造。首先第一点，清除痕迹，他戴上手套，事后擦掉所有可以留下的指纹。二、制造伪证，他将情人的头发撒在妻子尸体周围的床铺上，伪造出情人在场的假象。三、关键物证栽赃，他将带有妻子血迹的毛巾带到情人公寓里，并藏在卫生间，这成为了指控情人的决定性的证据。这种做法旨在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，将嫌疑完全指向一个无辜者。复仇之后，老崔冷静的可怕，他有条不紊地布置现场，将情人的头发撒满床铺，擦掉自己所有的痕迹。随后他亲眼看到被电话引来的情人冲进单元，直到楼上传来惊恐的尖叫。他知道他的计划成功了。接着他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，第二天一早又若无其事地坐上返程的火车，仿佛真的刚刚参加完葬礼。2天后，当邻居按照约定来到老崔家帮忙时，发现了这场惨剧，而及时赶回来的老崔则上演了一场影帝级别的表演。他悲痛欲绝的哭喊，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，邻居更是为他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最终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所有证据，毛发、镜子上的指纹以及在情人家里找到带血的毛巾，都指向了那个情人。面对铁证如山，情人百口莫辩，成为了板上钉钉的凶手。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而老崔从一个受害者到一个加害者的心理转变，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应激反应。长期处于失业、被妻子轻视的压抑环境中，他已处于心态崩溃的边缘，这在心理学上可以视为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。然而，女儿被下药的亲眼目睹，妻子与情人拥抱，这2个连续重大创伤的事件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触发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极端反应。他的情感系统为了自我保护而关闭，表现为极致的冷静、麻木，所有能量都转向了策划复仇这一单一的目标。这种从极端受害者到冷酷加害者的转变，
是长期心理压抑和突发性精神创伤共同作用下的悲剧性结果。故事的最后，老崔彻底洗脱了嫌疑，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家，没有妻子的冷言冷语，一切都变得异常安静。他开始像妻子生前那样，通过做家务来麻痹自己，可一旦停下来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便会涌上心头。他翻出妻子的照片，看着曾经笑面如花的妻子，这个冷酷的复仇者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伪装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内心深处或许依然爱着这个女人，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。尤其是当宝拉为了个人私欲而选择伤害女儿时，她亲手杀死了丈夫心中最后一丝温情和希望。老崔点燃打火机，烧掉了妻子的照片，也一同烧掉了自己所有的回忆和曾经的善良。从此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他自己和那个发誓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女儿。快乐到死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出轨与复仇的惊悚故事，不如说是一面映照现代婚姻困境的镜子。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婚姻的毁灭往往不是源于某个惊天动地的事件，而是始于日常生活中一次次的冷漠、轻视和沟通的失效。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反复的践踏，当对真实的东西被无情的伤害，再温和的人也有可能会逼入绝境。这部电影里没有赢家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它像一记警钟，长久的回响，警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永远不要去试探人性的底线。